我芝麻，大家知道路上的红包不能乱捡，因为可能会有被冥婚或被其他人改运的风险。但你们知道路上看到名字也不能乱捡，甚至乱踩，否则也可能会遇到某些事吗？今天故事是由莫玉提供的亲身经历，感谢他的提供。因剧情需要，故事有做一些改编，一起来欣赏吧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订阅一下的话，我会说话链接说明栏哦。这是小明在大一住学校宿舍时发生的事情。小明的宿舍是在地下1楼，那时正值期中考。平常午夜时宿舍会自动熄灯，但期中考时则会取消熄灯，让大家可以通宵准备考试。那天室友们正好都返家了，只剩下小明独自一人在房里看书。一间宿舍会住4个人，上面是床铺，下面是书桌。小明读着读着，总感觉有视线盯着他看。大半夜的房内又没室友，让他感觉心里毛毛的。书念到一个段落后，就赶紧熄灯上床睡觉了。小明床铺的位置是在门的旁边，伸手便可以直接开门，而他的头顶则是一扇小窗户，可以透过窗户看到走廊。小明躺下时，看了看窗户外面，在视线有限的情况下，看了看四周，似乎也没什么异样，便直接睡了。闹钟响了起来，因为今天上早八，所以小明必须早早起床。这是早上7点的闹钟。小明起床后，睡眼惺忪地拿着盥洗用具，走出房门时，突然踩到一滩暗红色的液体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他闻到一股铁锈的味道，该不会是一滩血吧？他看了看四周，按理来说，现在考试时间是整天不会熄灯的，可走廊上一盏灯都没开。而且早上7点，虽然是在地下室，但一定多少会有光线透进来。然而地下室仍然是漆黑一片。小明杵在原地傻眼着，还在犹豫该不该往盥洗室走时，肩上突然感觉到被什么东西滴了一下。他抬头看了一下，看到了一个倒吊并用着诡异姿势的可怕女人，咧嘴笑着俯瞰着他。闹钟再次响了起来，小明被吓得弹了起来，满身冷汗的他，原来刚刚都是在做梦，但他却感觉无比真实。那女人的表情笑得令他心里发寒。他看着闹钟指在7点的位置，捏了捏自己的脸，确定不是在做梦后，再一次的拿着盥洗用具打开了房门。咦，怎么有个人蹲在门旁？男子听到小明开门后，转头看着小明。小明认得这个人，他是住在隔壁房的同学小华，个性有点古怪，家里似乎是开公庙的，跟他也算熟，时常会一起打球之类的。你鬼鬼祟祟的在干什么呢？小华站起来，劈头就问小明：“你昨天去了哪里？房门口阴气怎么会重成这样？”小明愣了一下，他想了想，昨天上完课晚上去买个饭，回来宿舍后就没再出门了，没去哪。小华看着小明，突然从口袋里拿了一串珠子给他。最近先带着这个吧，我再请我家人处理。小明接过这珠子，啊，佛珠？话都还来不及问，小华已经转身回自己房间了。满头问号的小明突然想到了昨晚那个诡异的梦，虽然不是特别迷信，但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态，决定还是先带着吧。上完课的小明在教室里收拾着背包，他将参考书放进背包里时，发现前面的袋子卡了个东西。他将它拿起时，全身没来由的突然起了鸡皮疙瘩，马上松手将它丢掉。我靠，名字怎么会在袋子里？他惊恐地看着地上的名字，想起了小华当时问他昨天去哪里的情况。昨天傍晚，小明的确上完课离开学校，走去了附近的便利商店买晚餐。途中他看到了地上撒了大把大把的名字，也许是附近有人出了意外吧。但他也知道名字是不能乱猜的，刻意绕了名字走过去。当时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风，
但他也没有多想，继续走着他的路。也许就是那个时候，名字飞进了他的背包里吧。不会是那个时候跟回来了吧？小明心里想着，赶紧收拾了东西离开教室，打算回到宿舍去找小华。当时正值秋季，太阳早早就下山了，外头昏昏暗暗的。当他到了宿舍大楼，往地下1楼走去时，在那里的楼梯口有一面全身镜，而镜子前站着一个女人。小明惊恐地看着她，她虽然站在镜子前，可镜子里并没有映出任何东西。他转头跟小明对上眼，接着就像在梦里一样，露齿咧嘴笑着看着小明。小明双腿发软，杵在原地。而眼前的女鬼原本笑着盯着小明，她从原本笑脸突然转为凶恶的怒脸，消失在小明眼前。小明双腿终于撑不住，跌坐在地上，傻眼地看着楼梯口，仿佛刚刚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。他看了看手上小华给的佛珠，整串都变成了发霉似的黑色，看起来特别恶心。之后，小明跟小华说了情况，得知小明把名字丢在教室地上时，斥责了一下小明：“这东西万一被其他人捡去，可不妙啊！”幸好他去教室时，名字还在地上。至于他是怎么处理那名字以及那女鬼的，就不知道了。只是如果当时没有小华给的佛珠，也许事情会更难解决吧。阿伟是某个知名饮料店的正职，每天固定的工作就是负责开场、煮茶、备料跟外送。没事的时候还会被叫去外场帮忙做饮料，跟我那个时候在做的工作一样，每天都非常的忙碌。平常的上班时间都是早上7点到下午3点这一段时间，时间一到就准时下班，规律的生活着。而就在某一天，那天正好是受到台风气流的影响，整天都下着雨，阿伟只能穿着雨衣狼狈的外送着。下雨天你们还有外送哦，真是辛苦啊！而就在下班前1-2个小时，阿伟，晚班的同事生病请假。原本就放假的那个同事啊，在外县市没有办法赶回来上班，你加班带他一下好不好？哦，好哦。加班的薪水加成也不少，阿伟便继续穿着雨衣外送着。到了晚上，刚外送回来的阿伟接到了店长给的一张外送单。辛苦了阿伟，最后一张单送完就可以下班了。是个没看过的地址，毕竟早上和晚上的熟客群是不一样的。